现代的城市生活里面啊，它常常把人类的一些天性拆解，比如说像玩耍、劳动，第三个是创作。从以前没有 maker 这个字的时候，它其实就是指 DIY 的人。大家会有想法，一些人把他们的想法作为一个实践，比较有时间，比较有机会，就开始试着要去组一台自己的游戏机。3D 列印它的成型方式其实就已经跳脱传统，没有人把它拿来当做制作技术，一般人都是把它拿来做打样。陶艺你可以看到、摸到，就真正的创造出一个东西的感觉。你环保议题不管怎样做，还是倒垃圾，还是本末倒置，所以我们干脆直接拿垃圾来做东西。我觉得现在的学生被保护得太好，那个危险啊，那个不要去碰，就是你真的就把那个危险的东西放在他手上，可是你教他怎么样去控制它。其实生活科技不是在教木工，大家以为说，哎呀，你们就是在教木工啊，其实不是，因为木头材料比较好加工。在开发一个实际上要卖的东西，会有这个过程。你要先有 prototype， 然后验证它才去做量产。为什么美国有矽谷这样的一个地方？台湾呢？台湾为什么没有矽谷呢？那我就做出这个模型是适合拿来做量产的，以前没有人这样做，那我来做做看。要经过什么有趣或者是增长，你就觉得啊，它明明就可以做成什么啊，然后你就会直接去做了。可以天马行空的去想象，你想要它变成什么样。就是因为有在玩，所以你就不怕那些点子用完。去量身定做或是去改变，这个就是自己做的时候可以满足的个人需求。可以说是一个从小的梦想，活到今天终于把它稍微实现出来一点。